这集影片主要会和您分享上集所提及的如何以更低预算在法国任意城市就读，就连首都巴黎也是同等费用。再加码，连多数法国人都不知道该如何以最轻松的方式在法国成为工程师和会计师。以这两个在失业率高的法国不愁找不到工作的职业为例，让您在疫情下也不用担心毕业就失业。这部影片主要会分为3大部分。第一，介绍法国高等教育学制，也就是法国高中毕业生的选择，包含公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以及2021年最新法国教育制度的改革。第二，也是这部影片最精华的部分，千万不要走开，这边将完整公开成为法国工程师和会计师最推荐的途径。第三，如何申请法国的大学，分别会告诉您法国境内和境外的申请方式。Salut, c'est Cynthia 大鸟。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看法国的2、3事。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若您想到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深造，而非像上集介绍过无学位的交换学生计划的话，接下来会提供您法国高中毕业生不同的选择。因为法国学制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这边提供个大概的观念给您，详情还得麻烦您上各校网页上搜寻，或是直接到法国境外各地的法国教育中心 Campus France 上查看。这部分后面会说明。首先，在图片中最上方的位置，法国学制是以高中毕业会考文凭 Baccalauréat 简称 BAC 去申请高等教育。可以看到左侧则有 BAC 加1到8，其中 BAC 加1到3学士， BAC 加4到5硕士，而博士是 BAC 加6到8。再来，右侧可以看到分为2大类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间的是一般大学和大学技术学院，右边则为高等专业学院，以商管学院及工程学院为例。接下来您可以看到一般大学分别有提供 Licence 学士、Master 硕士及 Doctorat 博士学位，缩写是 LMD。 和台湾高等教育的学士需研读4年的制度不同，法国的学士仅需就读3年，而硕士则两边主要各为2年。但法国博士和台湾平均6年毕业来看，就明显缩短了一半求学时间。其中和一般大学并列的大学技术学院 EUT 学士3年技术学士文凭 BUT 是将从2021年秋季开学，由学士2年大学技术文凭 Diplôme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简称 DUT 改革而来的新制度。而要拿到高等专业学院文凭，通常除了要通过入学考，俗称的concours外，可能仍需要先念2年的高等学院预科班 CPGE。
这阶段被许多毕业于高等专业学院的学生誉为魔王关，可想而知，要进入高等专业学院不是件容易的事。通常这两类高等教育机构又分别约略代表着公私立学校，但非绝对。公立学校是由政府负责的教育机构，想当然，学费部分比私立学校还要亲民。私立学校平均一学年学费约为12000欧元。虽然2018年底法国政府新政策针对非欧盟外籍生调涨公立学校学费，从学士学费170欧元到2770欧元，硕士学费则是243欧元，涨到3770欧元，涨幅约16倍之多，但仍有约50间公立学校群起抗议，并维持原本的收费标准。最便宜的价格是一学年仅约170欧元。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2018年开始，法国政府规定，注册高等教育机构前需先缴纳一笔我称为杂费的费用 La contribution de vie étudiante et de campus， 简称 CFEC， 直接翻译为学生生活和校园的贡献。以2021学年度为例，需缴纳 CFEC 92欧元。首先感谢不会在影片中露脸的于先生，无私提供他自身经验分享，让我录制这集高含金量的影片，造福千千万万未来想在法国成为工程师和会计师的学子们。然而就是这么刚好，前段所提及将从2021年秋季开始适用的由2年 DUT 改革而来的新教育制度3年 BUT， 可能会造成以下工程师和会计师的申请途径有所变动。在这边公开如何以最轻松方式取得进入法国工程师学院，也就是图片中右侧，以计算机科学为例。上一段有提到，要进入法国工程师学院需要先念2年的高等学院预科班。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高等学院预科班是预备进入高等学院，例如工程学院的唯一艰难门槛，但其实不然。通常要有工程师这个头衔，需要拿到工程学院 École d'ingénieur 的学位，也就是不管前面是否读2年的高等学院预科班，只要能够在3年工程学院学程中毕业即可。但并非所有工程学院都有资格给学生工程师的头衔，需要上工程职称委员会 Commission des titres d'ingénieur 简称 CTI 网站做确认，看贵校是否符合资格。话说回来，这时候最轻松可以避免高压的高等学院预科班，是选择就读2021年秋季开学前旧制度的 DUT， 也就是皆为2年的学程，可以刚好衔接进入工程学院就读往后3年的学程。再来，想当能职业的专业会计师，一般被认为该走表格中左侧路径，一路念专业科目。3年的
DCG 学位及2年的 DSCG 学位，才能通过考试而进入公司研习成为专业的会计师。但其实可以由右侧讨假博的路径成为专业的会计师，而这条捷径仅限于巴黎师大的管理经济学中的管理课程学士。怎么说是讨假博呢？因为就只有巴黎师大的会计控制和审计学程仅有硕士班并无学士班。通常法国大学学士班毕业后，虽然还是得申请硕士班，但相关学程在同一学校申请上的几率比外校学生来得高，所以有很大的机会能以巴黎师大的管理经济学中的管理课程学士申请上巴黎师大的会计控制和审计硕士学程，这样就可以无缝接轨从管理转会计学程了。这边大概提一下如何在法国境内和境外申请就读其高等教育学程。由于在台湾的法国教育中心 Campus France 上有完整的申请教学，就不在这部影片中赘述。而在法国的高中毕业生在考完会考 BAC 后，会上 Parcoursup 网站填大一志愿，大二以上的志愿需到各校的依公抵达网站做登录。这部分若有人有兴趣想要了解，例如您跟着上几步骤幸运地申请到奖学金到法国做交换时，或是您在法国念语言学校，想要直接在法国申请下一阶段的进修，我之后会再特别开一集，以我自身的经验教您如何操作依公抵达网站。听到这里，您是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呢？我重述一次本集重点有3。第一，影片资讯栏底下有附上提供公立大学学费不用200欧元就读1学年的名单。第二，最轻松拿到工程师和会计师入场券的方式是念旧制度2年的 DUT 学程，再申请硕士学程，而新制度3年的 BUT 应该适用。第三，申请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分为法国境内和境外2类，在台湾的学生可以上法国教育中心 Campus France 申请，而法国境内的学生若想进大一，则可上 Parcoursup 网站做志愿登记，而大二以上则是得选择各校的依公抵达。最后偷偷告诉你，若想要免学费在法国就读较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月入1500欧元，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上述所提到的相关申请网站资料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供各位参考。为避免造成误会，以上所提供分享的申请途径皆为成功案例，但不代表所有申请者都能确评中选，成功率非100%。校方握有最终决定权，我无法在这边和任何人保证，只能祝福各位申请顺利。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
分享。若您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